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今天我们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来，今天的题目是：谁将把你捧在手心？谁将把你捧在手心？谁会宠你？来，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等一下拿近看的话的时候，你想看久一点的话，那你可以按下暂停。来。第一张，圣杯侍者。好，第二张是圣杯女王。好，第三张是圣杯骑士。好。总之呢，你最喜欢哪一个风格构图你就选它吧，那就是共感最强，你们都很会选咯。选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谁将把你捧在手心？谁将把你捧在手心？来，好，我们先一样照惯例抽5张来看整个结构的讯号是什么好，第一张，对一下位置今天这牌 OK。好，好，就这4张很难得看到这个牌组它这个都是今天选的1号牌的朋友它这一组走的都比较深沉它的能量是从很深、比较暗的地方比较隐晦的地方，比较从你们负能量的连接上来的一种关系总之，这个人的出现他除了会宠你，会把你捧在手心之外，在他的角度来说，你算是一个翻新他的人生的救世主了。但我跟你说，这一题2个人的状况是一样的，他救了你，他也救了自己。你是在一种精神上面救了他，感化他，让他重新有一种生命力的一个状态，你是不自觉的啦，这个是整个能量跟宇宙自然而然的让你们2种需要互相被救赎的能量碰撞在一起的啦。这是你们的基底，然后在很深很深的最内心里你们都同时期待着都期待着、渴望着某一种的应该讲翻新吗？翻新很像装潢翻新，但我觉得这个太小，它有点像是你们找到了一个沃土或是你们心里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沃土，可是一直没有人来建造一个安稳的漂亮的皇宫，或是一个怎么讲庇护所安全的位置不像避风港啦，那个太广了，它是要在更小的一点体积的时候再说一些庇护所，或是一个皇宫也蛮大的。好啦，小型的城堡之类，别墅，好啦，别墅，它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们2个心里都有一种这样子的期待，也因为这样子的期待，2个的能量在你们还没相见之前就已经对齐了连结，所以当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很高度、很精致的平静感，似乎会让你们觉得整个生活世界的喧哗感都消失了但整个能量，你们2个很适合夜晚，很适合冷的天气，很适合凉的天气。整个能量上、性格上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所塑造的一个画面就跟这个图一样，整排看下来就是紫紫、蓝蓝的、暗暗的，很特别。今天这一组你自己看，这一组像是一套很顺的颜色，是吗？是吧？很顺的颜色，这个画面上其实就已经代表你们2个相处上的一种冷调的心境。这不代表说是你们2个的风格了，而是说这一个能量的结构
非常的稳定，而且很完整，很完整在塑造你们两个。那照女技师这个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有一种终极的平衡，终极的协调，在你们两个的世界里。所以这个人虽然表面上是要把你捧在手心，可是实际上在你的心底，你会极度的珍惜他啦，你会极度的珍惜他。而这个人我有在这里就已经看到了他的一个超高的稳定性，跟一个包覆性，就是说内在精神面你都会有种温暖感啦，被照顾的感觉，或是被保护的感觉。你们彼此很在意彼此是不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这是有一点的小自私，可是你们的底层能量就是非常在意这件事，而且也因为你们两个都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你们达成了一种共识跟协调，并不冲突啦。这一组选到1号牌的朋友很容易成为我常常所跟你们提醒的，两个人在一起最好是1+1等于1的状态，就变成是一组。我为什么不会说1+1等于2？因为它很像是还是独立的1嘛，各还是一个独立的1。那很多事情上面，你们还是会有用自己的位置做选择。当然，我不是说1+1等于1这个状态就是要为对方没有了自己。我的意思不是这个，其实我的意思是说1+1等于1的那个1是更强大的1。它是一个一体的、一组的。你们两个扩大了两个人个人的生命，也是一种加法的1也是一种加法的在一起然后不会孤独，也不会感到寂寞，而且有一种可以相依偎的伴的感觉很重。这一组很容易你会觉得你找到的是一个跟你很相似的人，当然。因为两个人要处于一种非常极端的协调，所以它并不是双胞胎的情况啦。它的相似比较像是说，你们对于远方、对于最深的内心、精神面的东西是有相同的价值观跟相同的追求，但是个性上啊、原本的背景上啊，可能说话语言的模组啊，或是表达方式，其实应该是不一样的，才能够达到那一个协调。而不是重叠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你们都算是非常坦诚的人，是一种很追求坦诚的人，甚至有点贪婪坦诚的人。你们不是自然而然坦诚的，你们对于世界的想法是复杂的，觉得世界有太多的欺骗，有太多的不真实，所以我才说你们对于真相坦诚是贪婪的、渴望的、追求的。很像在你们的世界里，这件事情变成一件珍贵的事物、珍贵的宝物啦。所以你们两个会在一起，所以你们有这一种共同的对于世界未来性的向往啦。所以当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会有蛮多客观角度上的共识，不能说一开始应该说也可以啦，就初期，所以才会让你们两个比较融洽嘛，比较吻合在一起。那还有一个还不错的一点就是，你们最初遇到的时候就已经会因为彼此的外在啊、声音啊，就是那种初次见面会有的好感，对方彼此身上都会出现了，算是有一见钟情、一见倾心，或者是一见如故的状态，都有可能会复合式的出现。所以今天这个人你很容易在一开始就知道了，也没有谁追求谁，也没有谁去特别去表达更多的感觉，然后才在一起，或是也没有特别去确定要不要在一起，确定关系，然后再在一起没有，因为你们的契合度蛮接近，自然而然的就很难离开对方的世界或离开对方的视线，那个默契值很高。
哦，基本上这根本就是同一组的牌组全部放在一起了，一种完整的组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可以讲到非常多深层的啦，很多人在这里这一组的牌会看到很多坏的点，但我不是这么认为啦。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从黑暗美学里面的珍贵，跟黑色美学里面的价值点，我把它抓出来是这个切入点哦。就是两个喜欢夜晚的人碰撞在一起有什么不好？就是也是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完美，这是我的比喻。也许选到1号牌的人，你喜欢日光的，你喜欢白天的活动、休闲活动也 OK。其实他这5章讲的，并不是你们的语言表达，或是语言表达是你们人格或是性格上是比较阴沉的，不是啦。他这里讲的我说的黑暗美学里面的美好，是我说在极深层的精神面之中，你们两个有高度的契合性，非常深层的。你说怎么讲叫非常深层的？就是你们原本一个人独自在一个黑暗角落悲伤的时候的那一种快感，而不是痛苦。它其中有一种个人的溺爱自己的个人的幸福感跟乐趣，享用那份感觉，那个只有一个人独享的时候有的。可是这一个是彼此遇到的时候，发现对方也能够理解的一种黑暗的一种珍贵，一种隐晦的、深层的、阴暗的，一种彼此的理解。那我想选择1号牌的朋友，应该有不少人理解我在讲的这一块哈。它有点像是你看莎士比亚的悲剧，虽然你没有看莎士比亚，但我可以这样形容的意思是说，悲剧之所以好看，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最深层的内在有一部分把悲伤表达成痛苦，只是一种手段跟一种表现，但其内在的成分，你很难否定其中还带了一点点的快感跟快乐，以及享受。如果你没有，你下次你深层的想一下，你为什么会让这个悲伤持续？是否其中还有一些快感存在？你舍不得，或是有一种难得，有一种稀罕在其中，是吗？好，那因为如此，这个人就具体的在你面前让你知道，这个人懂因为你们在这方面是类似的了。来，我再继续往下翻好，好，你们其实有点精神洁癖了哈。对于事物的，我刚前面讲对于事物的真理跟坦诚，比我刚刚讲的要求还要更高。原来我小看了你们的对于这一个部分的追求，你们比我想象中的追求更高，更高的品质。国王无论在情感上，在于具体的事物上，你们都要求蛮高的品质，然后你们也对于全新的事物有一种审查机制，你们不会马上就接受新的事物的到来，你们会有一个判断，而那个判断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判断出这个东西有用没有用，或是有价值或没有价值，是否应该在你的生活出现，是否能影响你的生活。转个白话一点，就是今天去吃一个食物，一吃你就会知道说，你就会马上判定说好吃不好吃，以后不来吃什么的。跟有些人吃了就只是吃了，只是为了吃饱，但你们会多了一层审判机制、判断机制。那如果你喜欢，你们就会被这种物质的东西吸引住之后，你会变成他们的门徒，变成他们的粉丝，很快。但没有，你会嗤之以鼻的排斥它，以后然后会告诉别人，然后宣传出去说不要再来吃这种。你们会有这个审查机制啦，因为你们的风能量以骑士这个能量来说，行动力还蛮高的，而且是斩钉截铁的要去行动，去分辨出好坏。那基础又用那个钱币4者做基础就是它有一点像是好的
就满足了你最 pure 的对物质的向往，但坏的就毁灭你对事物的最原始的一种渴望，所以你的判断就会一翻两瞪眼这样。那情感上面的被破坏，哦，然后又是圣杯骑士在这样，圣杯国王在站在那里嘛，情感上的被破坏，你就会有严厉的指责；但是情感上的被满足，你就会用力的去称赞。哦，这3张牌在这个位置啦，来表达你们2个对世界的一种共识。其实这个人跟你真的是在一些对未来性啊、价值观上面，其实是雷同的啦。那如果说你不是这样，不是我说的这样那我想这里表达的是，因为我一直说他跟你是达到一个平衡嘛，表达的是你这个人会让你觉得你需要加强一下你这个部分，你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判断太弱了，有点薄弱，所以这个人的出现在提醒你事物有很多的它原始的价值的好坏，你要感受得到不是说吃东西我就吃饱就好了，太可惜了。如果你要吃饱就好了，对事物来说就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那他就会觉得，那就表示有很多人会混一混就过关了，他不太能够被这种状况满足。但是我相信选1号牌的人比较接近我刚刚说的前面啦，对于这些东西的判断跟要求其实都还是蛮高的啦。因为这牌没有，我觉得这牌没有什么侥幸的点，都讲得很扎实来，我再看一下还是一样，这里就出现了。选择1号牌的朋友们，你们原本是不是觉得你们对世界的要求太高了？常常被别人说你们要求太高了，或是会不会觉得说因为你们要求太高，会有一种别人会觉得你们很难相处的，偶尔会有这个状况，不知道有没有到常，但偶尔会有这个状况。然后你们现在这一个人你们2个遇到了，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会捧在手心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喜爱你了？因为他找到一个跟他一样的人，对世界要求很高，品质各方面要求很高，不太容许很多事情都被混过去了。因为有一种我这么努力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因为我希望我身边有很多东西都要有一些品质，我希望他们会越来越好。你怎么可以很多人就这样混过去了？食物随便做一做就端来前面给我们吃，衣服随便做一做就拿来我们前面卖，洗一洗就缩水了。你不太能够忍受别人的不够真诚，就像我刚刚这边说的那他会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跟他一样理解他的要求。其实你也是，你有一种被发现说，我对世界的要求竟然也有被理解了，或是有一个同伴了。而且到了第3组牌的时候，这一个要求值更高了，高到你似乎有点忘记，它让你的生活没那么轻松了。这边我要偷偷跟你说一个小东西是，牌子有在说你可以松一点啦，他是觉得你要求的够高了，再放松一点，放过别人一点，因为他觉得你把太多精力着重在这些品质的要求，其实已经要求的够了，对你来说已经够了。他希望你再轻松一点他不希望你给自己的负担这么大了然后他也希望你在生活里情绪上不要就只有喜欢跟不喜欢，他觉得应该还要再更多一点。就是我大概知道他牌面上要跟你说的，他的意思说喜欢就喜欢吧，然后你可以去多一点层次，就说你有多喜欢，1到10你有多喜欢如果有10，那就表达出10到10这个等级的喜欢的表达反应表达出来。如果你不喜欢，那1到10你有多不喜欢？那
不要不喜欢就全部都是一致的表达说我不喜欢。其实它有1到10哦，你有多不喜欢，大概9到5，那你就表达到9到一半的情绪，就是不用那么激烈。他其实这一个不是在纠正你的个性或者纠正他的个性，而是他希望你们两个再放松一点，这样子你们两个的生活会更多的快乐。但是这只是他的小提醒，我没有觉得你们一定要改变，我反而觉得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小浪漫，对事物的一种看得很仔细，因为这种追求事物细节的高品质，真的是你们两个相处的乐趣啦，跟幸福感。牌面虽然要叫我跟你讲这些提醒，但我没有觉得，我没有很支持你们要去改变，只是偶尔放懒一点啦，放松一点，chill 一点看就好了。偶尔，那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会破坏你们浪漫，那就不要改，完全没问题。哦，那这边还是有觉得，这边有在说，你们两个相处在一起之后，对于物品、物质的要求反而会有一个升级。哦，你们可能会连自己生活里面的物品、物质都有一种换新、更新跟升级。哦，就是一开始就说了，我一开始就说了，可是原来后面翻出来是在走向一种比较物质上的东西，因为精神上的东西你们其实会达到一个平衡啦，然后你们也很会满足自己在物质上，精神上的，可是在物质上的，原来是因为你跟他的相遇，好、反而更加提升到了一种新的等级，也不能说新的境界，境界又太远了，就大概新的等级。你们会两个会互相的分享彼此对于物品啊、生活上的要求的一步步的进化跟进阶，然后两个人会有点携手的，让两个人的生活品质更加的往上提升。哦，所以我才说这是你们的浪漫不需要改变，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算是你们两个1+1等于无限的变大的1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蛮好的。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缺点，难得有一个提醒语，却只是叫你们放松一点，这也不算是一种缺点，这只是一种牌子，怕你们太紧绷了啦。怕你们太紧绷了，精神面太紧绷，绑得太紧了，它可能是需要有一种硬啊、软啊、收放自如的感觉，所以做出这个提醒。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哈。那即使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你跟着这个人做，他也能够因为知道你的理解，他带着你做，他也没有觉得很累，所以我才说他其实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也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他做的很多事情，你都觉得很享受，没有觉得很困难，也没有觉得很勉强，然后很自然而然的就享受他对你的一种宠爱，也是啊。好，来看你们两个的连接能量哈。看一下哈。哦，你们的连接能量果然是一种对生活物质的高度要求，让你们两个深刻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前面一开始说你们有一种内在精神面，在一种很隐晦的角度就已经连接在一起了，达到一种平衡，果然是这个原因。你们对于事物的真实价值的要求，其实是在映射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你们认为物质有能力去要求物质东西的价值，跟确定它的价值，也像是确定自己在这个生命里、这个生活上的价值。它并不是说你们只是拘泥在物质上，它是在说，这就是你们在确定自己精神面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只是你们用物质这个可见的具体的东西来轻巧的确定，对你们来讲比较容易哦。
也比较能够传达出去，也比较能够让周围的人明白你在追求什么，而且你有那个能力追求这么好的价值，这是你们两个人都有的一个状态哈。那我再看一下，集市哈，又在重复说哦，这边有在说哦，你们会有一个新冒险，你们两个遇到之后会有一个新冒险。我前面说你们会因为遇到彼此，会有一种从一个全新的沃土上面盖一个新的房子、新的别墅的状况，这只是初期。等到这一切都稳定了，你们两个更加理解自己的时候，他应该会提出一个新冒险，可能会有一种全部翻新，然后全部重新升级的一个新冒险。我看到了有很强的行动力，在你们更加熟识、更加接近之后，或是准备足了之后，你们还会有一次的关系上的更加的提升，或者生活上的全新的改变或提升，可能会换更大的房子，会换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居住哦。好，那这个不是突然而然就来的，这比较像是你们成长了，到了某个点之后，你们生命周围所拥有的事情已经无法满足你们了，或是已经无法再次佐证你们的能力了，所以你们要有更高难度，或是更大的样子、更大的规模，所以你们两个会一起去追求哈。因为难得出现了火的能量了，然后能量已经是中间的蛮强的一个火焰了，在一个未来性，在一个你们两个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它牌出现在于你们两个携手并肩对抗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在支持你？是愚人牌跟权杖骑士，所以我才说你们会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再去创造一个全新的价值，跟创造一个全新的位置。所以我必须说，你们两个的契合度跟一种相伴的程度浓度极高，才会有到了这种一起去对抗世界，一起去征服世界，或者一起去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崭新的面貌的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是个人的话，我觉得不会在这个位置出这个牌啦，哦，也没有那么协调的一种节奏，一种稳定协调的节奏来走到这个位置哈。好，也就是说你们很白话就是说，这样看起来你会遇到一个捧你在手心上却很契合的人啦。好，这是最简单的说法。来，我再来继续帮你翻一些其他的对他这个人的形容的牌哦。我们来多看一下这个人哦。对。哦。哦，不错哎。其实哈，我们来针对这个人来讲一下哈，他这个人呢、对于世界的敏感度很强。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的脉动，跟现在世界的走向是什么，他能够捕捉的非常扎实。就打个比方啦，现在的 AI 的技术到了什么程度的时候，你问他，他会知道现在的讯息。大概可以很接近最新的哦，就是已经公布最新的。这也因为如此哈，所以他才能够在一个对的时间点带领着你去突破，或是改变生活的一个品质。哦，这也是印证了他前面他对于物质的要求有多高的这个讯号哈。那他除了能够抓到这个讯号之外，他还能够认真确定的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跟上这个时代能做到的地步不够，他会去加强。做足了，他会找时间去休息，再重新再起来，因为他对于人生想要建筑自己、丰沛自己、创造自己的这个渴望跟野心很强大，所以他这个人你可以依靠他，他是依赖他，他是一个
也不能说依赖了，我觉得这个词用不好哦，因为我在讲牌的时候，我会尽量把它弄成是无性别的、无强弱的，所以我只会说，它甚至它可以启发你一种对于世界往前的一种野心跟动力。好，所以应该是说可以跟他学习，或是跟他互相交换意见。哦，你们两个会一起往上走，也许他的节奏比你快。但也有可能等到他激发你之后，你的节奏，或是你跟他的节奏会互相交换，谁快谁慢，谁会就会有的时候你追他，有时候他追你，哦，你们的节奏会蛮快的，因为你们对于这种一步一步的对自己的人生的转换或者是进步非常渴望啦，在这里，主要是因为也因为达到，也因为够协调，所以才能够一步一步创造新的样子啦。我看到的就是除了两个很契合的人之外，也不能说你们对事情是全能的，或者什么事情都能做，而是在你们想做的事情上面，两个人是完全能够互相帮忙的，这一点还不错啦，总不会总是有一种孤寂感就是了。再翻一些别的，一样是翻他的哦。我检查这个好了。看一下哈。好，没什么特别的，前面都讲完了，除了有一些，这里都讲很多是他个人内在的内心的强大了，韧性也很强了哈。但是这些都是因为他之前在比较小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经历某一些锻炼了，不能说是挫折，是某些锻炼哦。因为为什么说不能说是挫折？因为刚前面一整排拍下来说，我发现这一个人没有什么挫折感，他是一个很会把负能量转换成正能量，或是把负能量留着当成是一种激励自己往前的人哈。这里看起来的这个讯号综合起来，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他总是能找到比眼前所见的表面价值更深的内在价值的那一个着眼点而去追求。这个抽象讲法是这样，但白话讲就是，他能够以一个物质来讲，投资来讲，他可以看到每件事情的内在的含金量啦。哦，这是比较物质的讲法哈。他不太会被表面的事件所蒙骗，所以他喜欢你哈。他应该是真的有看到你内在一些很让他感动、很吸引他的东西，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对你蛮好的啦。因为我看他对于整个世界观察力跟他所珍惜的点，这个逻辑这个模组，套用在他跟你的爱情上面来讲，我觉得你一定有什么很珍贵的东西被他发现了，所以他才会很珍惜哦。那牌面上我都会把事情讲的比较大、比较抽象哈，当然你要把它回归到生活实际面的一种实践哈。我都觉得通常人的内心都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强大，哦，只是因为被眼前的现实跟世界的一些单调跟秩序所压下来了，好，所以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没办法做太多的事情，可是你要用一种比较宏观的方式、远看的方式看你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已经做了蛮多事情的，你跟很多人比较起来，你的能量是蛮大的，你突破了非常多的事情，而且你也渴望了比一般人更大的事情。好，这是我觉得每个人内在的能量都小看自己内在能量的一种说法啦。我喜欢这个角度看，所以我在诠释你遇到的这个人跟你跟他，我都会用这个方式来去诠释，会让你们去挖掘内在一些。我觉得不算抽象的能量，但是我觉得只能用抽象的方式跟你们讲的一种庞大能量在你们内在，让你们知道精神面的你们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弱啦。哦，你们其实有更多的强大的一些内在能量可以使用，但是常常都没被点开，或是没有开窍，或是没有因为另外一个人的进来而得到加分，好，或是加成，好吗？好，大概是这样。这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么你会遇到一个跟你并驾齐驱成长，
好，然后又会非常宠爱你，很在乎你的感觉，而且很喜欢你的感觉的人哈。来，这是1号牌的朋友哈，那就这样哈。总之，谢谢你们来听哈，祝福你们。来，我们继续从选到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把你捧在手心？谁将把你捧在手心哈？谁会宠爱你？好，就这个方向，我们来帮你捕捉恋人的讯号。来，一样5张牌。好，星星牌哈，不错的开始哈。哦，宝剑6哈，宝剑6，再来金币侍者。好，宝剑还蛮多的哈，表示没问题哦。看一下哈。首先啦，你回想一下，你平常在心底有没有曾经，或是时常，在心底跟宇宙，或是跟一个无限的空间，或是跟整个就你所在的场域，跟空气也无所谓，曾经小小的默许了、许愿了你想要的人，然后你想要那个人的具体形象有没有在你脑海中出现？好，还是只是文字？我希望你是在脑海中有具体的形象啦。什么叫具体的形象？就是有个照片，有个图片。脸的长相似乎很难看到，大多是不会有脸的长相了哈，大多就是一个样子哈，一个造型，一个人的轮廓，甚至有背景或者有场景，大概是这样。长相我相信都是模糊很难的啦，但是会出现的样子大多就是你已经看过的一些你喜欢的人的长相哦，但是你许的愿那个人的长相其实就是一直更换。为什么我会说模糊？因为它会一个快速更换，很难确定是什么长相。好，你是否有这个经验？那么今天选到2号牌的朋友，这个要来的人似乎很符合你曾经有这样子小小心愿的一个条件啊，外在的很多哦，因为星星牌做了一个重要的垫底嘛，它带来的确实是一种梦想成真的趋势，并不是只是梦想成真，它是一个梦想成真的趋势。那我看到的是在很深的宇宙的能量场，他们有帮你去执行、去寻找、去好好的分析你这个小心愿的走向。他也想要一个具体的、可依靠的讯息，他们帮你把它找来。似乎是有找来咯，似乎是有找来了。无论是在最深层的，还是最遥远的，在你头顶上最遥远的渴望、最梦想的、最幻想的境界里，的2种能量都有帮你寻找，似乎是找到了。那也已经丢到了你的生活圈里了。然后他在你生活圈里的一个状态是一种全然 pure 的陌生人，所以这个人不是你已经认识的人，他并不是在你已经认识的人里面找到了，或是你周围环境里面的人找到没有，他现在会开始出现在你的生活圈里，但这里并没有特别讲到说是哪一种生活圈的样子啦，朋友圈、工作圈，现在没有很确定。我只看到是一点在街上游移、在街上晃的一个状态跟背景样子而已，没有确定它跟你的生活圈的连接是什么，没有很明显。那坦白说，他没有在寻找你他也没有在寻找爱情我的直觉第一个讯号出来就是这个。他没有在寻找你，他没有在寻找爱情，他在你的生活圈的范围里独自的生活游离着，所以你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邂逅，在相遇的时候这个人的内在品质还没有出现这里还没有出来，我只能说最大的讯息就是：第一，这是你想要的人；第二，他已经在你的生活圈附近了。好，来，我们来看其他的。
我有预感这一题会讲的比较快哈，因为讯息来的很清晰，描述词关键字给的很少，主要不是给的很少，是就只有那些哈，那些可靠，我觉得是讯息可靠。好，不错，今天第一组牌也不错，第二组牌也不错哈，然后这里再重复讲一次哈，他这里又再讲一次了啦。这个人哈，在宇宙挑选给你之前哈，他们其实有好几个人选。通常会有这种好几个人选的讯号，我都会觉得说，这些人都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你生活里啦，或是他们都很接近你了，只是说宇宙已经挑了最好的那一个要丢在你身边，让你认识。所以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哈，因为可能是因为水能量的，我觉得水能量有点乱窜啦，然后你身边有一些也适合你的水能量有在附近出现。所以我必须要提醒你，就是近期或是这阵子或是今年有人会表达对你的好感，或是想要更接近你对你好，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今年你这里看起来似乎好像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那个桃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里了，所以要好好的看人不要太快投入，不要太快进入爱情，不要太快接受别人的好意虽然这个人出现，他有可能就在这些人中间，可是记得这个把关，在今年或者你最近桃花比较好的情况下，要把关一下它有一个反转的力量，就是你看人也不要太快喜欢啦，无论是不是有人追求你，反正这一关在桃花爱情这一关你要再谨慎一点，要再谨慎一点，因为我觉得我感觉到的水能量有点像是喷发出来的、乱洒的，不太在我觉得稳定的秩序里就是了，不太是我觉得稳定的秩序里。那这个水能量虽然很满，也就是桃花能量、爱情能量虽然很满，但是我一直感觉到这一条河下面的滚动的石头太激烈了，表面的平静太平静，可是下面的石头的激烈性还是被我看到了。所以，总之，好好的选择你的下一段恋情的人出现。那今天这一个人，谁把你捧在这一个人，捧在手心这个人我相信他是跟你感觉最好的。然后你应该会有很明确的直觉啦，很明确的感觉。主要是你会一看就喜欢，一看感觉就很好，因为他跟你原本心里所具体渴望的那个人很接近所以你现在可以回想一下你心里本来具体渴望的人是什么样子。你现在想一下，而不是现在去创造一个出来你要去回想一下，你是否曾经渴望什么样子你要把它回想起来那这个今天这一题的那个人经过挑选的人会很接近就是了。只是我刚刚说你对其他人的付出接近那个，要有点小心是不要给彼此会错意啦，这是其他的警惕的。但是我觉得这边有看到这一个人这一个最适合你的这个人，他有一个特色，你可以着重在这个点，你会感觉到无压，没什么压力你会感觉到舒适。你有没有起床喝的第一口温水的那一个舒适感？记得大概是这个状态。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瞬间啦，蛮好的讯息，让你知道说挑好的这个。总之，这个人不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啦，这个才是着重的。如果其他人的好，对你的好，对你的要求感觉到一丝压力的话，可能就不太是这个人了。好吗？来，我再往下看好，
这里有说，他有越来越接近你了，他有越来越接近你了哈。只是他目前处在一个停顿状态啦，停在一个存在状态，因为这边有看他的个性了。这个人个性很好，他是别人眼中有求必应的人，而且他也很难拒绝别人的要求跟请求帮忙，他很难。这里有一点烂好人性格啦。所以他本来应该来说，他应该已经要笔直的往你这边来了，因为宇宙的能量已经把他拉来了。希望他们宇宙能量已经有点在开一条路，让他出现在你面前了。但是因为他自己个人人太好了，他最近又花了一些时间去帮助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最近不在你的圈子里，也失去了蛮多能够跟你巧遇遇见的机会哦。现在这段时间，那他处理完之后。他把别人给他的负担或什么的沉重的要求解决完之后，他就会再回来你这里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一条道路啦，道路两端的门都已经打开了，他应该就是已经进来要往这里走了，可是半路他又掉头去别的地方了，他分心了去别的地方了，做了别的事情。原本应该要比较短的时间就遇到你的，结果拖了一点时间，所以你再耐心等待一下那的确这边看到了，他是。哎呀，有点烂好人个性了，烂好人个性跑出来了所以你跟他最后相处的，所以才会把你捧在手心啊。他把你看得很珍贵，比其他人更珍贵。但是他这个不知道是是优点还是缺点的这一个烂好人个性太乐于帮助别人，太难拒绝别人的这个个性可能会在你们相处之中变成某种小缺点或者争执点了。但如果你放宽心，或是你如果本身更在乎自己的时间，也很知道两个人的时间跟空间，你的概念是很健康、很完全、齐全的、完整的，那你可能会觉得没差，要不然你也会觉得喜欢。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还蛮不喜欢、不太会拒绝别人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没办法，他这两张牌放在了一种，他就是会变成烂好人的一个状态，他就是会帮助别人的一个状态。我来说啦，我会支持他尽量去做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好事情，然后也是一种好能量的培养在自身身体里。我必须说，有的时候你能做善事的机会不多，尤其这种不请自来请你去做的善事，就去做吧。不然你还要去多做很多事情，是你要去主动的去做的，比如说捐钱照顾别人，那你主动，而不如就从这种别人的要求帮忙，就去把它做起来。我相信这个善可能有点童子军的规格啦，但还是去做啊，也可以培养你对于看待这件事心里的那一种韧性不过我还是可以觉得，你可以再多着重一点自己的生活的时间你也可以练习自己在两个人生活的时候，还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不用每次都腻在一起。虽然啦，他其实很想跟你腻在一起啦，这里有一个这个讯号，他其实也没有很想帮别人，因为他认识你之后，他希望跟你花更多时间了。但他真的很难拒绝别人啦，主要是什么？因为他的快乐的喜悦也来自于他帮助别人，然后也有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欣赏他就好了。好，还不错了，从这里看出来他的人格，也看出来了，你们的路已经通了啦。除了把他丢到你的范围里之外，门已经打开了，似乎他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不过我没有看到是否需要朋友介绍，或是你们去参加同一个活动的那种中间的一个桥梁，好，或是被谁间接的让你们两个连在一起，没有。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相遇会在一种非常特殊的邂逅里遇到应该是因为我觉得一种完全不相识、完全没连接的邂逅，这个是最浪漫的。为什么？因为你们遇到了，还能够看上眼，还能够有连接，还能够有话题，而没有任何的外因，譬如说去一个活动人际关系跟朋友一起介绍朋友，朋友介绍朋友这种
有间接的让你们连接起来。我这边看到的比较多是一个很强的邂逅，但我个人希望不要，因为很强的邂逅也很可能会错过，因为太把对方当陌生人了，所以很容易错过。我希望能够找到你们中间的连接点了，不要靠这种完全然的邂逅遇到。我觉得对我来讲风险太高了。但是目前状态看起来是很像是这个走向啦。不过 OK， 因为宇宙的能量、宇宙的选择似乎不会让你错过，但是我怕我们的人性面有的时候太过强大，会让事情擦肩而过，那就不好了。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来看一下你们的连结，我再来看你们的连结，是否有那一个桥梁？小心，你要小心，你很可能在某个瞬间突然没感觉到爱情来了，我只能这么说。第一，你会耳朵眼睛会闭起来；第二，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很可能对爱情的渴望值降到很低。这是第一个讯号。来，不过还好，你们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高度的，你心里会有一种，我刚说了嘛，你会有一种温水的感觉嘛。除了温水的感觉，你还有一种信赖感跟安全感突然出现了。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这个人我好像是我的 partner， 好像是我的同伴，好像是在我生命里会出现的人，所以这个陌生感不重。他是个陌生人，但是陌生感不重。你们相遇的时候会有这个，而且还会有一种好奇心非常重。你平常遇到陌生人的时候，好奇心不会这么重嘛？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的好奇心会突然非常重，因为他有一种熟悉感，让你好奇着。但这个好奇跟爱情没有关系，因为前面已经说，你们相遇的时候不太像是他会再有一个你的对爱情渴望的第一点，还有你对，就是在一个第一点，你没什么特别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事情分心了，那个时候，但是你会有一个关键点是你对他会非常的好奇，你会有一种信任感，好像你可以对他好奇，你可以再去追问下去，多问一些问题，好像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答案。这是你们见面的时候会连结起。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在这有了，有可能，终于有可能了。你们中间会有人，可能，但几率非常小。他会在一种非常混乱的场合里、情况里，会有另外一个人创造的一件事情让你们两个认识，但几率比较小。我还是觉得邂逅比较大，因为他在一个太偏的位置了，而且他第三个人来帮你们搭桥这个位置在太偏的位置，而且是在太复杂、嘈杂、人很多的位置，所以我还是觉得有第三个人帮忙的几率是比较小的，但是并不无可能啦。我还是觉得两个人邂逅的状态比较高。为什么会在讲邂逅状态比较高？因为他就是在一种你们那个场域不是为了你们两个而创造的，然后你们两个去那边的目的也许相同，但你们两个相遇的情况真的是一种，你知道他那个巧合有点像是两个人在一个转角突然撞到了，两个陌生人突然撞到了，然后对不起，然后就走了，这种巧合性所以我觉得，但是我选择相信宇宙挑了这个人给你，因为我今天的题目是谁会把你捧在手心，这是一个未来式。我觉得你们错过的情况不会，
我把我的意念加注进去了，我觉得你们错过的几率不高，我把它加注进去了。好，然后我觉得我把意念强化到第三者帮忙的能量再加大，好吗？我希望我这个判断，把一些比较弱的东西，我把它到意念加去，让它加强，让这个牌的效果再强。不是说我什么超能力或者什么能力，我只是把我的渴望，把我一种类似像是跟宇宙许愿的一种期许加注进去，希望宇宙跟能量被影响。因为我担心这个邂逅瞬间把这份关系错过，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虽然这些能量并没有解释太多，但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人带来的那一种温和、温暖，跟你所需要的人的这个点，所以我不希望他错过哈。那我把它加注进去，希望能带点一点影响或是祝福。我给等于说，我白话点是我给了蛮多祝福，希望他在一个更单纯、更好接触、更好连接的状态，让你们两个人认识。好，来，我再帮你翻一下他的人的个性。好。好，帮你多翻一下他的个性。等我一下哈。多翻一些啦，看有没有线索哈。好，个性上这个人，很有生命力哦。他对于有兴趣的事情特别专注哦，他不太会三分钟热度哈。他的能量很强，他内在的火能量蓝莓很扎实，非常强悍，而且他对于幸福的追求很执着，很执着。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我相信他有可能会瞬间感受到，这可能是他想要追求的幸福的某种模样，所以他会很珍惜，他会很追求哦。然后你似乎在某一刻有点燃他新的生命力啦，我这边有出来，所以他把照顾你跟让你感受到疼爱这一件事情，把它变成了自己一种创造力，或是一种任务。在他的心里有这个方向在行动哈，所以照这样看来啦，虽然这个邂逅能量很强或什么，但我觉得通常我觉得这样子的牌，无论你们第一次邂逅错过了，你们终究还是第二次会遇到的哦，因为我觉得能量已经连接了，这个未来性我已经有看到了哈，我甚至有觉得都有你们两个相处的模样出现了，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个感情这个连接是会断掉的啦。只是他可能会峰回路转的，或是拖了一点时间，会在第一次邂逅之后就错过，然后再绕了一圈再回来。我是觉得，如果这个错过是有必要的，是有任务性的。所谓的有任务性，就是他可能让你们先错过，是因为现在两个人的能力还不适合在最完美的时间遇见。那 OK 可以错过，所以这个邂逅的能量很强，错过的能量也很强。那 OK， 我觉得合理存在 OK。所以要多走一点路，多花一点时间，我可以接受，但不要错过了就完全错过了哈。但牌面的讯息是没有完全错过这件事啦，总有一些后续的事情在进行着，所以放心哈，这个人终究会出现，只是也许时间拖晚一点，我希望不要，我希望不要。来，这个人啦，他很喜欢自己，他甚至自己生活也 OK，还是一样，他其实没有在找爱情，他也没有特别渴望爱情，但他很渴望幸福跟稳定，所以他其实不知道他自己渴望爱情啦。
他所渴望的那个幸福是水能量在做造出来的，但是他所渴望的那个幸福里面的值有很多是包括他需要有爱情才可以一起创造那个未来。他现在还没有领悟到这件事，他所追求的幸福感是要在这里，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应该会觉醒这一块，所以他就知道要如何珍惜你或者是留住你、保护你。好，我们再翻一些，我再翻2-3张他的讯号，翻4张好了。的确，你看，他刚讲的确，他遇到你的时候，那一个幸福感的丰沛感，他就会开始确定了，他想追求的那个幸福感里面包括了爱情啦，他心里会有一个东西会觉醒啦。他原本不知道自己会这么着重追求这件事情，他以为他生活已经很丰富了，他要做的挑战，他对他的生命、事业或他的追求，然后他以为这些东西满足了，他就有机会追求一个幸福。可是他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知道说他所要追求的幸福里面是要从爱情里面发芽出来的。所以他遇到你之后，邂逅你之后，他似乎这方面的东西就觉醒了，就像这个灯就亮了，他就知道他要选择什么了应该会有这个状况。所以这组牌，我看到后面我就不太担心你们会错过了啦，但是有可能会不小心拖了一下时间，会不小心绕了一下远路，你们2个才能够意识到彼此对彼此的感觉，就这样那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我能讲的就这些了因为什么我对他的琢磨没那么多？因为他这边给的能量，我觉得很完善了。这个人，我不太觉得他有什么有棱有角的部分。他是一个很温暖的状态，所以我就没有放太多的意念需要去寻找这个人更多的细节。我觉得他蛮安全的，所以我可以让你自己去体会这一个人的好只是就真的有可能要绕一点远路，没关系，你期待一下。也不一定会就马上就要出现了啦，那个远路也没多远。好的，就这样这选了2号牌的朋友，总之祝福你我有把一些祝福放在2号牌里面了希望你能够领取得到。那么谢谢你们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谁会将你捧在手心，谁会宠爱你来，我们一样选5张牌之后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结构跟走势等我一下好，第1张牌权杖6，好，可以。好，慢慢来看首先这组牌有一点点跟第2组牌有点雷同我先偷讲一下第2组牌。第2组牌的讯号是很像是你本来跟宇宙可能你内在有在期待某一个人选某一种样子然后宇宙给了你。但第3组牌比较不一样，是它比较像是你一步一步的进步了，所以你每个阶段能搭配你的人、适合你的人不一样，但是这一次这个人到你身边，也算是你所期待的一种人、一种样子，也没错，跟第2组牌很像，但更多的是这个人选一直在变化，因为你自身的能力跟提升各方面都有所改变，所以要搭配你的能量，要搭配你的人，也在不断的重新挑选、重新显化。那这一次，我相信它好像是宇宙能量，或是你各方面内在意志显化出最完整的一个样子了，最完整的样子。因为这2张牌，我实在很难觉得不是这个走向。不过可能要提醒你一下，你心里所希望的那个人，跟适合你的人，这是2种样子这是2种样子。但这个要出现的人，就要看
你两边这两种能量哪一个比较强啦？不过依照今天这个题目的走向啦，他如果还要把你捧在手心，他会宠你的话，那应该我觉得适合你的人，能搭配你的人，这个能量会超越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人可能会跟你所期待的样子有一点差别，但是不会差太远，因为是能量的挤压跟退极状态的结果啦。但整个本质上、能力上，跟对于你的生活、爱情关系里来说，这个人比较适合你，只是你自己要注意的是，他可能会超乎你，会在你期待之外，不是超乎期待哈，期待之外，你会需要有一点小小适应的时间，因为这个人的各种好的模式不在你的模式里。我为什么要强调好的模式里？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算是宇宙显化出比较清晰的好，比较明确的一种好能量的样子哈。然后这5张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啦。这个人出现之后，其实你要好好的享受跟理解，哦，这个人所带来的是一种你前所未有的一种生活上的平静感，会平静到你觉得很安静。但你要知道，这个平静感跟这个安静感是你可能人生中很难得会遇到几次的一种舒适的宁静。它这种宁静很像是你到大自然里，你以为它很宁静，可其实它还是有很嘈杂的大自然声音。如果你拿手机去录，你会录到非常多的声音。但为什么你还是感觉到宁静？因为你内在平静，你内在安静下来了。这个人出现，他会有这个状态出现，他会让你觉得安静下来，好平静下来。我觉得这才是你内在能量，或是你的另外一个自我，可能潜意识或无意识里面更希望、更渴望得到的一个人啦。所以宇宙能量有吸收到这个讯号，所以显化出这一个适合你的人出现。那你开心的等待就好了，开心的迎接就好了，就跟权杖6一样，开心的迎接这个好的事情来就好了，不要抗拒，不要过度判断，不要审视，不要挑剔，不要比较，不要不满足，这都是事先的提醒。但我相信，因为权杖6在这，你会很欢喜的迎接这个好人出现，而且你很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或是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然后舒服的感觉。你会喜欢多看他一眼，因为感觉舒服嘛。然后也因为宇宙显化的是一个比较接近你心里所期待的人，所以你就是会多看他一眼啦。好，不自觉的。那看起来很像你得到一份礼物，其实在他的角度里，他才得到了一份礼物呢。他有一种在寻找他想要的人，他想要的伴，然后你好像蛮符合这一点的哈，所以我才说看起来好像是你等到了，其实是他找到你了，好吧？来，我再往下翻哈。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女祭司在这里啦，他这里所告诉我的讯号是，他把你的一种内心的浮躁按下暂停了，按下 mute 了，让它安静下来了。那如果是在这个状态做垫底出现包围这个环境的气氛来说的话，那就是这个人带来的一个状态。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平静感、安静感，会有一种 silence 的快乐感、幸福感。来，还是一样啦哈。这是一个直奔到你身边的一个幸福啦。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虽然在第一时间你会
把理智突然拿出来，去看一下这个人是否会带给你幸福。你会突然想要看清楚这个人，因为你在感受到快乐跟好像自己有点确定自己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你就突然防备起来了，想要去看清楚他，但其实是想看清楚自己的心意。其实想看清楚自己的心意。然后牌面上有严厉的、认真的想要提醒你一件事：过往的爱情经验在这题不适用，不适用哈。他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哈。然后这个人哈，这个爱情你要迎接的这一件事情，其实宇宙已经让他走到了一半了，已经在后半段在加速要给你了。它有一点点像是说，无论你想不想要，无论你多想拒绝，它都是属于你的，它都是你该领的东西。你先领，这边比较需要是你先领了，先打开了，再做判断。你先领了，先相处了，先感受了，再做判断。但这里还是有一个讯号是，再多的判断情感的。你自己个人的情绪跟别人在这题都不适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圣杯八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它有一个严厉的讯号，就是你已经背离了很多年轻的情绪、旧的情绪、不适用的情绪，才创造了现在的你。请你不要在现在遇到了幸福到来的时候，又把那些过去已经过时的感受，再拿来去用来判断现在的爱情。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刻跟对象，请你重新的去感受，重新的去体会一个新的人、新的现况。因为命运之轮在这里啊。他也经常说：“你说这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界了，新的领域了，新的感受了，各方的智慧都集中在一起了，给了你一个这么给你一个很好的能量了，适合你的能量了，就享受它，用权杖六的氛围、权杖六的概念去享受它，去迎接它就好了。受宠爱，受赞赏，好，受欣然接受，好，不要自我怀疑。”不要觉得自己能有幸福吗？这些都先去掉，先好好的感受这一个小孩3号牌的朋友，他其实是有一个，他其实这里都有一种幸福显化的状态正要走来了，只是还在一半，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也没有什么课题是需要你学习的，只是在提醒你说，以前很多过往经验可能在这题都不适用了，因为这个人没有那么多差错。这个人没有那么多之前那些坏事，值得你现在花时间去怀疑。要放下以前那些对你不好的状态，或是对你不好的人，给你的一些不好的记忆。不需要拿着那些错误所学到的警惕心跟防备心，再在这一题再用一次，似乎这题用不到。就这个讯号。简单来说就是好好享受啦。来，再来。连给2个女王牌是在提醒说，虽然是给女王牌啦，但是都给在一种比较务实扎实的位置，所以他在提醒你说，情感那一面啊，你已经成熟到可以好好判断了，所以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或是当下的感觉所牵着走。你的判断能力已经很足了，你甚至可以相信直接的直觉啦，超越情绪的直接的直觉。你感觉到它好，那它就是真的好。你想接受它，那就表示你时间到，你就好好的接受它，没有问题然后权杖8又在这个位置，搭配了命运之轮，它这个走向这个，它有一种重生、重新看到新世界、重新体会新的生命力的一个讯号。所以他在告诉，所以刚印证了前面说的，你以前的那些过往经验跟情绪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因为这里这一个连接，这个能量的讯号连接，从这里这样去。它已经
注定好、定义好，你会有一个新的未来。因为你遇到了他，你会有一种新的生命力的展开，你甚至无暇去顾你以前的那些经验，因为你已经花很多时间需要去体会一个新的样子、新的经验、新的人了。那两个皇后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她用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压在这里，是想告诉你说，水能量、感情能量是稳定的，其实你是稳定的，你只是被一些旧的人生、旧的爱情、旧的事情、过往的激动情绪影响着。但现在的你其实不该被影响着，因为它都已经很久了、很过往了。但是因为太过深刻，所以你觉得你自己被影响。其实，可是这两张牌在告诉你说，没有，你有能力不被影响。那些都只是记忆，那些都只是一种以前的反应，就留在以前吧。现在你可以直接忽略，没有问题，因为两个女王压在这里，把你的情绪的浮动压住、压稳了。她要你往前走，往前走的能量有权杖6、命运之轮，然后带着你这一个迎接光荣的位置、光荣的牌往前走，不要回头，往前走。这边都已经速度啊、节奏什么都已经压得稳稳的了啦，已经在新篇章了，我们不需要再翻回去看上一篇了啦。好，甚至这两个女王牌已经挡住了你跟过去的连接了。他们虽然也都是水能量，但是却带来了智慧跟理智，还有开创性，还有一种稳稳的一种强烈的土壤能量，而且那土壤有点像水泥、钢筋水泥般的帮你挡住了过去，去影响你现在。所以你可以迎接这第3号牌。我觉得对于迎接一个幸福来讲，是一个完美的牌组，甚至没有任何让你警惕，甚至有些风险反而别的东西能量在显示有挡住了，倒是你自己对于新爱情来、新恋情来的那种不信任感、不确定感、不安感跟想逃离的感觉，或是害怕，你都要小心，它会让你看错你眼前的爱情。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哈。帮你看你们两个的连接状态像这一题啦，这一题其实没有很多未来性的东西，它比较像是你们相遇前的一种心理状态准备。跟第2号牌不太一样，第2号牌讲的非常多是两个人相遇之后的未来性，所以是确定两个人未来的状况是这样子。可是3号牌更多的是希望你好好的迎接这份感情来，它比较像是现在在往前一点的状态。所以我帮你看一下两个的连结性是什么样子的状态，让你更加的有自信一点，或者是更加的更能欣然接受的接受这个新的恋情跟新的人出现了。我相信选到3号牌的朋友，你们的那种集体意识讯号都带有一点对新恋情的不确定性，或是对新恋情的不信任感，我似乎有感觉到了所以我的讲牌会一直往那里讲，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边一样，你们的相遇，你们会一定要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你们需要重新整理一下心理的水能量，需要整理重来，需要有一个新的，你们的杯子要装新的水了啦。跟这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旧的水还有一些渣在里面，要给它清干净，要装新的水了。然后，这边有说对方也有一些心理的伤口需要重生，你也有一些旧的感觉需要重生。你们两个相遇是因为你们两个带着彼此需要的礼物见面。那个礼物、那个钥匙、那个我不想说那个是解药，因为那个是个礼物。
你们两个都带着彼此需要的东西，然后相见，然后把彼此叫醒了，重新叫醒了，然后获得一个全新的生命力。你们会在彼此身上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力。好，这是你们两个相遇的动机啦。好，那那理由就是你们要换新的水哦，你们两个要重新换新的水。来，哦，的确，这边又再讲了一次哈，原来啦，你对爱情的某些不信任，他其实也有啦。表示你们两个都是带着伤痕见面的，但你们的见面并不是为了要去。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在这种还没完全完整的情况下遇到，然后要治疗自己。我觉得不是这个状态，因为他这边有很多重新的状态，所以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这已经是新的自我了。只是因为太接近爱情了，会唤醒你们一些旧的感觉，所以这边才要说，其实这边牌有点说没关系啦，没关系，这只是一开始，你们很快就会忘记了，只是不要被前面的一些，不要自己吓自己，不要把自己吓跑了哦。这个能量，欣然的接受这是温暖的，很快就治愈，你很快就忘记了，因为你已经快忘记了，快远离了，已经就在远离了。我们也不是利用这个新的恋情来了，说让它远离，没有，其实只是在跟你说，你还在拘泥。那这个新恋情出来的时候，只在告诉你说，不需要再拘泥了，不需要再拘泥以前过去的小情小爱，你要迎接的是新的能量，新的生命力。好，来，我帮你看一下，我有2个东西看一下，帮你看一下。因为我总觉得你有，我先不讲他了，我觉得你有一个东西要觉醒，因为他哈，然后帮你翻一下，的确被我翻到了耶。好，你内心还有东西，你没有面对。好，那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去面对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太挣扎了，因为只有你懂那个伤痕，你也没办法跟别人说，所以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战斗。但是你又放不过他，你又放不下他，你时常会在一个人的时候去回想一些旧的伤口。好，那这个2张牌在这个位置，他在告诉你说，丢掉吧，或是跟自己说，我不要再战斗了，或是我不要再想了，他已经在很远的过去了。这边这2张牌在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他说，因为你要从一种好像死过了，再重新长起来的位置，重新获得生命力。他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唤醒你一种你死过再复活的状态里。那这个状态里，除了你会得到一些新的生命力之外，你的心啊，你内心灵魂，其实有觉醒。觉醒了什么？你曾经有很黑暗过，然后那个觉醒的状态会是，你想要再这么黑暗，你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个黑暗的感觉了。好像在那个黑暗里求助无门的感觉，你现在就算想要再回味、再抠鼻一次，好像也没那么深刻了。这就是你的心有觉醒了。好，选择3号牌的朋友，基本上你已经回不去那一个极度悲伤的状态了，因为你在那个极度悲伤状态经历过1次之后，他就已经醒了。因为你不可能2次一模一样的，第2次已经没有第1次的冲击这么大了。所以这边在告诉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觉醒了，你不需要再一直重演以前那一个心情了。好，你不要再靠这种旧的伤痛的心情来去回味以前的爱情。他这里在讲的就是这个，你在利用了某种痛苦去回味以前的爱情吗？你虽然不想承认，但内心会找到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牌子在这里告诉你说，丢掉吧，新的东西要来了，这个已经不好玩了，丢掉吧。这边有在讲这个，我帮你翻出来了。他如果不是这2张牌，他就不是这个解释，但他确实是他这里是这2张牌，那就只能这么说了。我必须只能跟你这样说。来，那还有我帮你捕捉一下这个人，
给你们看一下，多看一下这个人的状态哈。哦，哎哈。他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人啦，他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人，他是一个很活泼乱跳的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 chill、非常放松的人。他觉得一辈子追求一种非常懒散的状态是终极目标，好特别的一个状态。然后他遇到你的时候，他确实脑中有一种中二的罗曼蒂克的情况会产生啦。他很像你某一种他做梦里面遇到的一种爱情故事显化在现实生活里面，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他遇到你的时候，脑袋会浮现非常多的未来，这是他原本不太想的。因为我刚刚说他其实是一个很想要生活懒散的活着下去的人，所以他对于未来他没有，他彼此比较想要 YOLO 的一点，就是及时行乐一点，活在当下一点。可是他遇到你之后，他居然想到一些未来的事情，开始想了，而且也没觉得负担了。他开始对你跟他的未来开始做梦了，然后，他一个人活着也 OK 啦，但不时的还是会被一些寂寞所侵扰，但他也还好。他是一个，如果你以朋友的角度什么看着他，你会觉得这个人没事，很健康，他活得好好的，他很快乐，你不太找得到他内心的伤口，但是他其实内心有伤口，这边翻到了，他把它隐藏得很好，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在你身上找到他内心的那个伤口的解药，他不会跟你说，但他会把他解药。我刚刚说不讲解药的算了，这比较简单。但他被解药解了之后的快乐，他会表现给你看。你们甚至不会去交换内心的这些痛苦，不会，因为这是你们最深的秘密。但是你们遇到的时候却解开了，这个幸福感，你们会在幸福的那一面呈现给对方，呈现给对方。这是你们两个默默的产生的默契啦。应该是说本来就是这个能量要契合的，本来就该有的默契。来，我再帮你翻一些别的再帮你挖一下他的心境内的啦，心境内的，因为他这边已经有一些做梦的状态了。那还好，都有点类似一样，他是然后追求一些懒散的、安静的、偷懒的不过他原本已经断掉的东西啦，对于世界一些热情、生命力，我刚刚就说了，你们遇到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生命力嘛。其实他原本已经没有在渴望这些东西了，但是你们遇到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重新燃起、重新对世界的好奇心反正他会内在有一种新的火焰就燃起来了。可能是因为他想要带着你去，他想要带着你去看世界，分享一些原本他私藏的世界的样子，什么美好啊、书啊、地点啊什么的。他原本觉得自己一个人享受就好，他也没想要分享给别人。他对于这方面跟幸福的连接，他没有太多的渴望。也就是说，他之前那个伤口创造的影响的啦。但他把它放在一个很松的状态，他也没有觉得要把它丢弃或什么，他只觉得就忽略吧，没差，在他的一个人生活里。但遇到你之后，似乎又重新连接起来了对这种生命力的渴望，这是你带给他的，这也是因为他看到你之后所燃起的一种幸福感所带来的。所以说这一题他会重来，他会把你捧在中心是对的了，因为你很像是。你看《霍尔的城堡》里面，你很像是那一个《霍尔城堡》里面的那一个活恶魔，就是所有的动力的心脏。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有这个，需要你，然后又保护你，又离不开你，然后又依赖你，又珍惜你，然后都是这个状态。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我想应该也讲了差不多了，还可以再讲，但我觉得这样子很足够了那么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应该没有太多。我再偷偷诠释一下这个人啦。这个人很像你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射手座、牡羊座。除非你跟他够熟了，除非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他才会把他的伤痛告诉你。但其他情况，他都会表现得非常的快乐。也有可能像双子座，你很难看到他很安静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一个人独自起来躲起来的时候，都是你看不到的时候。他会有这个状态。那我希望你未来如果真的遇到这个人，记得不要去问他的痛苦，不要去挖。他真正问你的时候，
才是需要你的答案的时候，好吗？其他时候就让他去表现着快乐、乐观的样子，因为那是他的生命力泉源。那这个也会影响你，会带给你快乐无限的一种对未来的渴望。要让他保持这些。有些人你要让他保持一个活力、生命力的泉源，就是让他一直维持自己是快乐的状态。我们不能说他因为太痛苦，所以要维持一个状态。没有，每个人的生命能量来源不一样，他想维持那样就让他维持下去，这样对他来讲才是健康，才是好的。要顺着那个能量的走，要顺着你个人能量的结构走，不要去copy别人的好，你要顺着自己的能量走，舒坦、舒适、轻松、无压才是最重要的。好，这个也顺便告诉你。好，那就这样哈，选择3号牌的朋友，那祝福你哦，一起期待这个人吧。这样，谢谢你们来听。